Hello， 大家，这应该是我拍片以来最热闹的一支影片了吧？这集影片我收到了台湾一起梦想公益协会的邀请，在高雄唐氏真欢喜协会当一天社服人员，跟他们一起带心智障碍者上课做手工。相信大部分的观众应该都不太清楚这样的社服协会和里面的服务对象一天都在做什么吧？那我们就开始这一集的影片。刚好7月初有一些佛光杯，我们要去参加篮球比赛，那我们就要做一些加油的看板或者加油棒，那我们就是请服务对象他们一起大家一起制作加油看板或者是加油棒，对，这都是我们一起做的。那我们也会利用一些这种不要的东西进行我们落实我们的立生。没错，他们在7月1号被邀请去2025年的佛光杯大学篮球赛加油助威，所以这天上午的时间就是大家一起来做啦啦队的周边。对啊，很漂亮。佛光大学。现在在做的这个，我不知道具体叫什么名字，就是摇起来会响的那种加油棒。老师特别介绍说，这些材料都是用回收品来做的，尽量落实环保。为了让加油棒摇起来有沙沙的声音，里面会加入一些豆子或者是米，外面再自己装饰一下，就会跟商店里面卖的差不多了。展示一下你的，展示摇一下，叫什么？江博弈。江博弈。对。博弈，我们一起摇一下。加油！今年多少？24岁。啊。当我做完一个自己的加油棒后，坐在位子上四处张望，想要看看其他人的成果时，眼神与对面的一个妹妹对在了一起。她示意我过去看她画画。我画吗？你画。全部画中文。哦，所以这些你都要画这样一圈。哦，就真的是在看他画画，画了好几分钟后，妹妹打破僵局，突然跟我说：“有时候我喜欢买刮刮乐，买刮刮乐，我也喜欢买刮刮乐。刮刮乐我会500中600。后面我会去车福安宫。车什么？去过年我会去车福安宫买刮刮乐。去车城福安宫。车城的福安宫。那边是土地公庙。贵叫宝龟啊。我知道宝龟。我知道。是宝贝来抽签才能最后才买刮刮，看会不会中。对，要神明同意哈。这个妹妹说起刮刮乐的时候，一直都是笑笑的，但只要一说到照相，她就开始皱眉头。我一开始以为是她不喜欢被拍，但她告诉我，这是你的笑容吗？愁眉苦脸。愁眉苦脸，所以这是你的标志性动作。我每天专门摆。专门这样。这是她的 pose。后来妹妹有告诉我，她的愁眉苦脸是有原因的。生没有很快乐。什么？就是我人生没有很快乐。你的快乐？是我的人生没有很快乐。身边和。是人生。不好意思。就是我的人生没有很快乐。是人生。不好意思，麻烦你。就是我的人生没有很快乐，是人生。什么？是人生没有很快乐。他说人生没有很快乐。妹妹，真的对不起，在紧急的时候我才听清楚，你跟我说了7遍，人生没有很快乐。人生没有很快乐，为什么？我只会吃饱撑着。吃饱撑着，原来吃饱撑着是一件会影响到人生的大事。下一次再去找你，我一定会在午餐之前，因为吃饱了你不开心，又会皱眉头。是有力气可以让他看看我。你可以啊。那我可以吗？他很会按摩。他们真的都很可爱。一开始我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心中全是无措和谨慎，害怕自己跟他们说话会得不到反应，也担心不小心说出的言语或者是一个不经意的动作会对他们造成异样的波动。但随着时间的增加，这样的印象就完完全全被颠覆了。我需要做的就只是和他们平等的交流。我有发过你的意见。真的？昨天追的。真的，谢谢。希望你经常刷到我的影片。对。看的时候记得按一下赞。有。谢谢。那你这个什么时候会上架？放上？应该7月份吧。到时候记得看哦。好，我会看，我也会看。你会看哈？会。到时候我会剪裁哦。
说的我，他说他会看说有谁没爱心。他们可能表达没有那么完美，肢体动作比较缓慢，但绝对是没有丝毫杂质、心思单纯的一群人。好了，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今天你们你好漂亮哦，谢谢。他们也喜欢学习，不管是微小的进步，还是生活技能的提升，都是比中刮刮乐还要值得喜悦的事。面包的。所以你有考那个证照是吗？其实他们都很好相处，他们很单纯，然后尤其是你如果赞美他们的时候，他们会越起劲。我们那些表演团如果出外去表演的时候，那个掌声越大，他们跳得越厉害，越激动。我以为在这样的团体中，就是大家一起做做手工，有个可以相互陪伴的伙伴。但其实我忽略了在社会生活中作为个体最重要的独立性。1个月前，我们就带他们到旗山，然后旗山让他们坐捷运、坐客运这样子。是想要教会他们在社会上的对他的生活机能，然后他知道说我要怎么去买票，我要怎么去搭车，然后如果不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要怎么去寻求协助，然后到那边的时候就教他们要怎么样去买东西吃，跟人家互动，这样子。像比如说小孩子，有时候在路上看到那个小孩子跌倒，他们也会很想去帮他。其实他们就是跟正常人一样哈，只是可能有些没办法去对他只是说他的智能这方面，他的应该是说他的调色盘里面，多了一些不应该有的，所以他们就比较有一点就人家就称他们是慢飞啊。慢飞天使。后来协会的理事长跟我说，他们协会6个工作人员要照顾20几个有心智障碍的患者。其实，在台湾有很多这样的微型社福，虽然规模小，但他们有使命、有热情。尽管在经费、人力和知名度方面都处于劣势，但他们仍然坚持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们是会寻求社会的资源啊，然后去找一些比较有爱心、善心的人士，然后协助我们，然后做一些可能就是说定期定额资助我们，让我们有心去把这个善心，这个捐款，然后全部都应用在需要帮助的小孩子身上，这样子也比较有意义啊。做包装雪 Q 饼的部分，对，然后他们里面的话就是要今天现做蛋卷，所以他们现在就要开始调那些蛋卷的面糊。他们3个都是考了那个烘焙的证书的，对，就是他们。除了这个正在倒面粉的他没有，对，就是他有一点受限他的那个认知能力，所以他虽然都会做这些，可以跟着做，但是他还没有办法可以到考证对。然后其他2位的话都有去参加考试。下午的活动是做义卖的蛋卷和雪 Q 饼，分工明确，操作一组，包装一组，封口一组，品控一组，还有专人来测温度。大家肯定会好奇，为什么不用全自动的机器？对于正常人来说，这些都是很简单、很流程化的工作。可是对于他们来说，每学习一个新的步骤，可能都会需要老师在旁边反复示范10几次，甚至更多次才能学会。然后，所以他们其实花很多时间在学然后能够真的手那个功能选得很好的，就只有几位这样子。然后其他的人都还在学其他的，就是比较真的不行的，我们就把它学包装，学折纸盒，或是学填装，就像刚刚这样子，对，装礼盒的这样。其实你这样前面做，你就会觉得说其实不难啊。对。可是他们就必须这个流程要好几个人一起做，不然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工作。我们1个人的话就可以从制作嘛，然后到包装，然后再到封口，对，然后他们就会把这些工作拆成好几个流程。
然后有的人只能记住一种工作的方式，所以他如果学会了装这个，他可能就没办法学这个了，他可能记不住，他很快就会忘记了。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学会李老师的耐心和细心不仅仅是一种技能，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每一次的鼓励和支持都是对他们潜能的认可。就整个卷上去，然后左右可能推一下，它才不会开花。然后压一下，1、2、3，哇，成功！成功！这一根蛋卷，我是前面失败了2次才成功的1次。可以想象一下，同样的路，这些慢飞天使所花的努力一定比我多得多。因为自蛋卷它就是也不能吹电风扇，也不能吹冷气，只能自然凉。对，自然凉。外面有一些店家，比如说某些他们也有做蛋卷，那他们蛋卷可能就是一边制作的时候，就有大电风扇在吹，对。可是他们包装也很快啦，很快就封装起来，可以当天贩售这样子。但这里的蛋卷就一定要自然凉。因为包装速度的问题，如果用电风扇吹凉，会影响蛋卷的口感。虽然出品速度不会有那么快，1下午的时间只产出了不到80根，但每一根蛋卷都是被认真对待的。那老师，我想问一下，像其他的糖泡包做这样测温度的工作也是可以的，只是因为，这个妹妹她比较特殊一点，所以只能做这种重复性比较高的。对，对。可以了吗？这4只都可以包装。好。那边还没有。好。有时候我们会有假日的义卖，然后不会每个人都去，他们会轮流，假日出勤，对。然后有些人在手部的这些工作他不行，可是他出去的时候，他看到客人他不会怕生，然后他就很喜欢叫卖的那种感觉，然后去推销他自己的产品，所以他就是有做一点点，然后他就会跟客人说这是我做的蛋卷，对，然后去推销，然后他就会觉得很开心，就是即便客人没有买，但是他有跟人家对话，然后就是有眼神的交流，喜欢交流，然后他回来就会一直说，刚刚有跟他说请他买蛋卷，我刚刚有跟他介绍什么，然后他自己就会讲得很开心这样子。拜拜，真的很谢谢今天来看我们。谢谢，感恩姐姐辛苦了。谢谢，好，有空来。谢谢今天感恩姐姐，谢谢。一起拍照。你要跟我一起拍照哦，还跟我一起拍照。老师帮你拍吗？好，老师帮你拍起来，给妈咪看。愁眉苦脸就愁眉苦脸吧，谁说照相一定要笑呢？好。好了，以上就是我第1次做公益的体验了。很感谢台湾一起梦想公益协会的邀请，让我有机会接触到高雄唐氏症欢喜协会，认识到了这么多可爱的人。看完影片，如果你也认同维新社福所做的努力，欢迎用实际行动来支持他们的付出。支持方式我放在详情栏哦。那我们就下集影片见，拜拜。我可以教你怎么跳。可以。